你刚成为霍特队的后勤人员，家里的厕所就刷新出一个拐杖新人，虽然瘸了腿也变不了赛文，但却依旧能够吊打你，还喜欢开吉普车撞你，把你当凤元一样操练。这天刚回到家里，主星团拿出一个破碎的赛文眼镜，交给你了，地球要靠你自己保护。原来这个世界是新奥特曼的世界观，由于你的到来发生了巨大改变。初代在与杰顿战斗中牺牲，不过杰顿也失去了动静，巨大无比的尸体一直悬浮在地球附近，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回收。至于那些宇宙人，知道杰顿是光之星的招牌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地球动手，遂偷偷派出怪兽入侵。而刚穿越过来的你也激活了金手指系统，这不今天刚完成任务，获得胜利队3件套，衣服、裤子以及海帕枪。主星团一眼就相中，衣服不错，我拿赛文眼镜跟你换。你无语，破碎的眼镜没法让人变身，只能当个收藏品。由于两边世界主星团都可以自由行走，不过你这边他每天限2小时。自那以后，主星团就成了厕所随时刷新的 NPC。来，你说要给我讲关于雷欧的故事，今天有点时间。你笑了笑，系统前天颁布任务，给主星团讲雷欧故事，奖励神器奥特喷雾，遂开口娓娓道来。说起凤元啊，他是守护地球的奥特曼里最惨的一个。主星团皱眉，不应该啊，虽然凤元不怎么强，但有我在身边，也不至于过得那么惨吧？不至于。你嘴角抽搐，家乡被毁，弟弟被抓，流浪1000年后好不容易来到地球，遇见一个拐杖新人，加入的麦克队被全歼灭，这还不够惨？闻听此言，主星团震惊了，怎么会？我的麦克队怎么可能全军覆没？你点点头，没错，按你那边时间，雷欧应该是刚到地球不久，即将面对宇宙杀人鬼祖鲁克星人。听到这，主星团当即往厕所走去，是我的错，之前因为我太强了，导致麦克队都松懈了，我这就回去给他们弄地狱训练。队里只有一个超人怎么够？得全部成为超人。雷欧世界，主星团一回来就取消了所有人的休假。凤元，在师傅有什么吩咐？主星团振臂一挥，把老子的吉普车给我开过来！嗨，完全没想到接下来那玩意儿会对自己撞过来。同时，你接到了系统的新任务，调查附近杀人事件，任务奖励机械活化。你当即前往目的地，发现现场极为惨烈，死者被拦腰斩断，连同旁边的电线杆也一起截断。从监控只看到凶手的轮廓，但丝毫不影响你的判断，宇宙杀人鬼祖鲁克星人。我的妈呀！顿时你以生平最快速度跑回了家里，一开门，厕所 NPC 还没刷新。完了，我的拐杖星人啊，你今天怎么还没来？我很需要你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请选择目标开始活化。你仔细想了想，把机会给了自己那台吉普车。下一秒，吉普车开口说话了：你好，我叫小黄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话音刚落，厕所门被推开了，你欣喜不已。朱星张伟，你终于到嘴的话突然就咽了下去，因为从厕所里走出的不是朱星团，而是看起来颇为稚嫩的高山我梦。请问这是哪？话还没说完，你冲上去一个滑铲抱住他的大腿。强大的盖亚奥特曼，善良的高山我梦，是我召唤你来拯救地球的。我梦一脸懵，我书读的少，你可别骗我。怪兽在哪？我现在就去对付他。你满眼充满期待，他是一位极为可怕的宇宙人，不过相信你用至高形态随便虐他。什么至高？啥玩意儿啊？我梦不解，顿时你眼里的光少了些许。那 V2 形态呢？ V2 总有吧？我梦继续懵批，什么 V2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眼里的光再度暗淡。那阿古鲁你认识不？就是藤宫博也。什么？藤宫也是奥特曼？这一刻，你眼里的光彻底没了。得来的是第1级的盖亚，除了孝顺大地，啥用都没。要他去对付祖鲁克星人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突然，你似是想到什么，我梦除了是盖亚人间体外，智商堪称地球希卡利，遂拿出那个碎裂的赛文眼镜，开始装哽咽起来。赛文是守护地球的奥特战士，在与诸星团的搏斗中战死，这是他的遗物。只要修复，奥特战士将再次复苏。求求你帮帮地球吧！光的纽带加道德绑
绑架加赛文嘎了。即便是奥特之王在，也得含泪答应你的要求吧。很快，我梦回到自己的世界，开始研究起修复赛文眼镜，而你则研究起自家的厕所。看来这里是人间体的刷新点，非常棒！只要凑齐7个，就能召唤神龙啊呸！只要凑齐24个人间体，平均一个守护地球1小时，就算是那位大人来了，也得掂量下。现在你最希望下次刷新的是奈克瑟斯，驾驶员必须得是孤门一挥，而不是那个苦瓜脸真男人。但目前看来，厕所刷新的好像都是刚获得力量的奥特曼，那就不挑了，刷个赛罗吧。夜晚时分，大街上走出一个黑衣男子，是霍特队的队长田村君男。他以自身为诱饵，吸引祖鲁克星人出现，结果就是他差点没被打死，胸口更是被割开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。但作为队长，他死命抓住祖鲁克星人，打算极限1换1。神勇，我终于明白你当初的想法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根拐杖敲飞了祖鲁克星人。田村君男震惊不已，你们是谁？你咧嘴一笑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回答你。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贯穿爱与真实的光芒，帅气又无敌的正面角色，我们就是奥特假面和拐杖星人。话音一落，正在战斗的猪星团一个踉跄，差点倒地。神他喵的拐杖星人，我真想一吉普车撞死你！所以化气氛为力量，疯狂殴打祖鲁克星人，拐杖都快抡出残影了。此时此刻，祖鲁克星人疯了，到底谁才是凶手啊？怎么这瘸子那么猛？风景车呼！没等猪星团追击，祖鲁克星人消失在了黑夜中。你正打算离去，一个拐杖敲在头部，拐杖星人是吧？我今天就把你打成拐杖星人！你哪敢原地等死，发了疯般往家里跑。待两人消失，霍特队队员才慢慢走出。他俩应该也是宇宙人吧？不知道啊，天色太黑没看清长相。不过那瘸子真的好强。房间内，你完成下午系统任务，获得奖励凤元的空手道。正想看看是啥玩意儿，猪星团叹了口气，告诉你个坏消息，你所遇到的祖鲁克星人是从我那个世界穿越过来的。什么？应该是巧合吧？猪星团摆摆手，不，前几天我回去魔鬼训练了凤元，导致那祖鲁克星人刚出场就被雷欧打败，而刚刚跟我交手的那玩意儿身上有被雷欧攻击的伤痕。你疯了？也就是说你那个世界出现的怪兽，我这也会出现平行时空同位体？突然你想到了高山我梦，我的妈呀！天使佐格什么的过来的话，那我还玩个嘚啊！不对，万一以后厕所 NPC 越刷越多，什么麦克斯、奈克瑟斯、特利迦，地球还不如原地爆炸得了。下一秒你跪在猪星团面前，太舅七爷，您可得救救我啊！猪星团叹了口气，算了，毕竟你这里是因我而出世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把我的眼镜拿来。眼睛那不是坏了吗？猪星团嘿嘿一笑，那是我进化为赛文后的衍生物，可好可坏，全凭我一念之间。此言一出，你炸毛了。猪星团，你个老六，你演我那么单纯，还与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结果到头来你居然在演我。猪星团也是很不好意思，正想说些什么，咔嚓一声，厕所门被推开。平安哥，那位死去的奥特战士的遗物我修好了。你迅速反应过来，抱住我梦，再别说了，求求你再别说了！咚，地板被拐杖戳出一个洞。陈平安，我刚刚似乎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东西。新来的，你先说说看，这眼镜怎么来的？我梦一脸单纯，是平安哥告诉我，赛文前辈在与猪星团的搏斗中战死，留下了这副眼镜。听到这话，猪星团差点没绷住。好，我跟自己搏斗中战死，这笔账我先记下来。猪星团脑子里已经想好了，以后怎么开吉普车撞死你。旋即望向我梦，你也是奥特战士？对的，前辈，我刚成为没几天。猪星团的眼睛一亮，那就是没接受过训练。作为一个奥特战士，怎么可以不训练？在我那个世界里，凤元就是缺乏锻炼，每次战斗都是九死一生。你默默插了一句，他的意思是凤元一条命在他手里，训练一次死9次。这话当场把我梦给吓得心里一咯噔。凤元那是不够强，只要能像我一样足够强大，就需要一根拐杖了。啪，一个奥特逼斗，小伙子，凤元有凤元的训练方法，人类有人类的训练方法，比如空手接住祖鲁克星人的刀刃。你想他死，直接说，霍特队队长今天差点一刀就没了。我梦啊，我也可以变成奥特战士了，咱们一起并肩作战。那祖鲁克星人将杀得非常起兴。猪星团毫不客气地打断，一个宅男，一个搞科研，去给祖鲁克星人送人头是吧？从明天开始，你们都要接受我的训练，一个奥是教，2个奥也是教，
3个奥一样交，你人都麻了，大可不必了吧？反观我梦倒是很兴奋，能接受前辈的训练是我的荣幸。来到楼下，驻星团看了看小黄，这吉普车不错，就它了，上来，咱们找个空旷的地方好好练练。好嘞，前辈。我梦十分兴奋，唯独你一脸哭丧。我梦啊我梦，你是真不知道凤元当年情愿被分尸，也不希望再经历一遍驻星团的训练。郊外，我梦被拐杖敲的脑子是嗡嗡作响，连我的拐杖都接不住，你还想打赢阿古鲁？做梦！收起你的眼帘，闭上你的嘴巴，想尽一切办法接住我的拐杖。空旷的荒野只有驻星团的声音在回荡，哦，还有我梦的惨叫。我梦回去那段时间里，与逼王阿古鲁第一次大战，被教育的不省人事。驻星团听完满脑子不屑，阿古鲁用光剑打败你是吧？好，我们就练空手入白刃。在此鞭打一段时间后，驻星团找上你，最近祖鲁克星人有什么动静？你面色严肃，他愈发凶残了，超过50个普通人被斩杀，再这么下去，整个樱花省都会被屠戮殆尽。闻听此言，驻星团思考一番，我有个计划需要你协助帮忙。接下来几天夜里，你伪装成祖鲁克星人，带着2把西瓜刀斩杀了3个疑似凶恶的宇宙人，分别还在现场留下了祖鲁克星人的徽章。没错，在雷欧世界里，祖鲁克星人就是这么挑衅雷欧的。通过这番操作，宇宙人群体里开始流出一个传言：祖鲁克星人杀嗨了，见一个杀一个，不管是地球人还是宇宙人。当祖鲁克星人听到后，差点没疯，决定要找到罪魁祸首。夜晚时分，当你手起刀落要干掉一个宇宙人时，呛，手中2把西瓜刀断了。拿着2把西瓜刀，你也敢冒充我？话音刚落，祖鲁克星人开始变得巨大化，你当即掏出赛文眼镜，吉尔。刹那间，赤红的巨人屹立在大地上，身躯健硕无比。正当你想好好看看自己时，下方传来一声怒吼：盖亚！轰！大地孝子盖亚登场，铺天盖地的尘埃直接把你给淹没了。你干嘛？奥特曼居然出现了2个奥特曼！刚赶到现场的获得队都惊呆了。自从初代与杰顿同归于尽后，武装人员在对付怪兽时就等同于消耗品。现在奥特曼再度降临，令他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。战场上，你与我梦联手出击，多日的训练达成一定的默契，令祖鲁克星人也不得不慎重对待。双刃斩破疾风，你本能取下头顶的冰斧格挡，呛！祖鲁克星人被震开数10步，你乘胜追击，独自将祖鲁克星人打得节节败退，心中狂喜。这就是赛文跟这些宇宙人的差距吗？不愧是七爷！一旁我梦整个奥都惊呆了，不是你这么强，还叫我来打什么？给地球小小整个容！心一横，我梦直接朝祖鲁克星人冲去。练了那么久的空手入白刃，怎么也得实战一下。谁知对方一跃而起，空中旋体2周半完美躲避，你气炸了！我压制住这货时，你在后面放呆毛光线不香吗？我梦一惊，对呀，可祖鲁克星人不再给机会，凭借自身的灵活，不断腾空落下。你他妈钓鱼呢，一只空军！你气急败坏，将手中的冰斧一丢，咻，啪！冰斧拍在了盖亚的脸上。我梦捂着头，满脸无辜。抱歉，第一次用念力，不太熟练。盖亚刚想说没关系，却发现你说话的对象是手中的冰斧。So， 我白挨一击了。就在这时，祖鲁克星人从后方偷袭，想把盖亚做成奥特曼刺身。没曾想我梦早有预料，转身双手一张，空手入白刃。你见机不可失，刚准备出招，却发现盖亚正在消失。我的时间到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眼闭盖亚消失在了这个世界。祖鲁克星人双刀齐出，面对疾风吧，哈萨克！当当2声，双刀劈在了你肩膀2侧。世界安静了，你也懵了，原来你连我的防御都破不开呀！下一瞬，你抓起祖鲁克星人朝天一扔，庐山升龙吧！只见一道红色光影贯穿了那丑陋的宇宙人，接着你看也不看身后的爆炸烟火，一个骤然加速，引爆于天穹绽放。诸星团看完这一切，转身离去。这小子比凤元差多了，得好好操练一番。完全没发现距离战场不远，有个巨人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战斗。一日，你接到了新任务，投喂水库的艾雷王，记录其身体变化。
奖励艾雷王的好感度。没错，霍特队饲养了一只艾雷王，用于发电厂发电，也没谁了。待饲养回来后，我梦扑通一声退了下来。平安哥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啊！原来，自从我梦学会空手接白刃后，与阿古鲁展开了新的较量，在对方震惊的目光下，接住了光剑，从而打败了他。但自那以后，藤宫陷入了自闭，一直躲着我梦。你笑了，这是 CP 闹矛盾了呀？放心，藤宫会再次出现，然后打败你的。可他现在不见我，当初我应该让着他点儿的。咔嚓一声，厕所门被诛心团推开，胸剑怪兽卡内德斯拉出现了。要不是我反应快，让麦克队全体跳机，估计全军覆没了。说到这，诛心团叹息一声，好在训练了凤元空手入白刃，才击退了对方。以后还得继续上强度，不只是凤元，眼前两货也是。我一个前辈带3-2，这是太难了。想到这，诛心团不禁怀念起佐菲小功率 M87光线淬体，直接强度拉满，也就不用想什么特训计划了。这时，厕所的门忽然有了动静，你兴奋了。大古孤门还是令人。下一秒，一个面带微笑的男人走出，没等他介绍，你脑海里响起6个字 ：Smile Smile。加班狂魔特里加奥特曼真宗剑无。剑无当即掏出胜利神光枪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的身份？你淡然一笑，这里几位都是奥特曼，况且你的 Smile 要改成一代米了。剑无不解 ，Smile 多振奋人心啊！一旁诛心团感到压力骤增，有一个稚嫩的后辈吗？看来我有的要忙了。接着，你给诛心团解释了一下剑无的世界，那是地狱中的地狱难度。那雷欧与盖亚的呢？算噩梦？你嘴角抽搐，盖亚算噩梦。至于雷欧嘛，本来算地狱，但某个拐杖新人性情大变，直接变成了地狱中的地狱。剑无疑惑，地狱中的地狱，以后遇到的对手会很强？是每个星期都会有怪兽出现吗？你拍了拍他肩膀，一星期一次？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可曾听闻过特将军地狱48小时？转身望向诛心团，你的任务很艰巨，这孩子现在什么都不会。诛心团点点头，作为前辈，我应当承担这个训练的责任。你继续提出建议，作为特训，我认为实战才是最重要的，不如将我这个世界的怪兽交给特将军，让他明白什么叫战斗的意义。此言一出，剑无望向你的目光里失去了光芒。白天特利迦世界，晚上来我这，保证让你斯麦鲁变一代比康基了。随后你继续给诛心团讲雷欧的故事，布莱克心上的圆盘生物会覆灭整个麦克队，所以话没说完，诛心团懂了。我这就回去训练凤元，争取让他能提前练出爆星水平的光线。爆星，紧忙用小本本记下来。前辈，我不求爆星，只求能爆阿古鲁的程度就行。一旁剑无则在瑟瑟发抖，这帮奥太恐怖了，我连卡尔米拉都打不过，他们居然开始爆星了。恭喜完成诉说雷欧任务，奖励神奇的奥特喷雾。一日，你收到善后任务，刚赶到现场，在看到怪兽的那一刻，悬着的那颗星彻底死了。靠北，真是你呀，小赛文卡内德拉斯！但现在不能变身，因为上班期间你是带着记录仪的，要是当场变赛文，怕是连内裤都得被拿去切片研究。在霍特队与怪兽战斗3分钟后，他突然就跑了，不愧是小赛文，真能跑。没多久，你下班回到家里，诛心团我梦剑无齐刷刷从厕所刷新，很好，人都到齐了，开始训练。你紧忙拦住，先别忙着开吉普车，卡内德拉斯出现了。诛心团皱眉，你这都不变身去搞他，算什么男人？你无语，解释了一下当下无法变身的情况。诛心团满脸不屑，考虑那么多干嘛？找个无人地方变身，3分钟内打败怪兽，然后回来，谁会在意一个人消失3分钟？我梦不太理解，躲起来变身，我一般就让战机代替驾驶，打败怪兽后再回去就好。剑无也是很奇怪，商人会帮我删除一切关于我变身的记录，不用那么麻烦啊。这一刻，诛心团沉默了。难道是我老了？几兄弟中最拿得出手的地球变身经验，怎么就一点用都没了？不，那不是我的问题。我梦安慰起来，前辈，我也就那点小聪明，哪有您力量强大？此话一响，诛心团炸了。高山我梦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练到你会用光剑为止。不要以为有点聪明就骄傲，每天就知道装模作样的谦虚。什么我们蓝族没有你们红族这样强大的力量？那阿古鲁是隶属希卡利那边对吧？那你盖亚就是我们红族的新生代代表。在诛心团的鞭策下，你与班机仔是抱头鼠窜。别跑啊！你们跑什么？快向我冲过来！望着坐在小黄上面的诛心团，你人都快疯了。反观剑无，虽然是4个人间体各项指标最差的，但心态确实最好。即便被吉普车再撞，也依旧不忘初心。Smile Smile。一旁的你听到后，眼里露出不可置
信的样子。大哥，你是在挑衅拐杖新人吗？没错，朱星团在看到这番情景，以为剑无是在嘲讽前辈，立威反否。下一秒，朱星团的气场变了，领域展开，刷刷刷刷刷！你与剑无似是看到数十台吉普车出现在四周，一股无形的气势压迫着自己，根本无法动弹。你惊了，畜生啊！训练归训练，你居然展开奥特念力！传闻朱星团释放一次念力会减寿，感情是施展1分钟消耗60秒那种，对吧？接下来的2小时里，荒野上飘荡着你与剑无最为悲壮的惨叫。吃饭期间，朱星团不忘传授我梦光剑理论，那是对光的进阶使用方法，涉及到我一位弟弟的理论。待基础部分讲完，我梦很是兴奋，前辈，这个理论似乎有很大的推演空间，您那位弟弟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研究？朱星团点点头，没错，接下来就是切割光线理论，依旧是我那位欧豆豆的研究。两人讨论的那叫一个欢乐，完全没注意到一旁剑无在低头细语。痛みを感じる、痛みを考える、辛辣天性。而你则表示歪门邪道。朱星团一听，此子颇有我当年风范。下一秒，邪恶的拐杖新人就追着人类满地跑。一日，卡内德拉斯在城里出现，你第一时间变身赛文去迎战。然这玩意儿可不是祖鲁克新人等流，相当不好对付。打了2分钟没打过不成，反被摁在地上摩擦。此时，朱星团驾驶着吉普小黄，带着我梦与剑无赶到现场。两人分别摸向自己的变身器，却被一根拐杖给挡住。不准变身，这样程度就需要帮忙的话，他还算什么奥特战士？可是我梦想说些什么，却又被打断。他现在需要经历失败，不然怎么能够拯救世界？可是他的身体已经被卡内德拉斯的脚给贯穿了。此时你感到痛楚刺激着全身，朱星团、拐杖新人、我梦剑无准哥大鼓，随便来一个救救我啊！三人听到这话依旧没动。朱星团说的对，必须经历死亡才能真正的成长。眼看你即将被打败时，霍特队的战机终于赶到，无数炮弹打在卡内德拉斯全身。趁此机会，你总算松了口气，但想杀怪兽的心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。下一瞬，你用念力操控冰斧，咻！绿光在卡内德拉斯身上划过，直接将其拦腰斩断。霍特队总部，田村君男看到这一幕，当场下令禁止任何人调查赛文，不要因为人类的欲望而触犯了他。另一边，你变回人间体赶到现场处理怪兽尸体，就接到新任务：收集卡内德拉斯的碎片，奖励赛文写真照。你无语，拐杖新人有啥好看？待收集完后，一本杂志掉落在你手里，打开一看，怎么是金骨桥啊？接下来的不好看，我们跳过去。调查魔犬山地震原因，奖励镭射眼。哦吼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魔犬山流浪宠物救助站里面，几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子周围，共同在吃一盘狗肉。听他们讲话才得知，这是一群畜生弄了一个流浪宠物救助站，天天直播求捐款。实际上救助的动物都被他们残忍杀害了。吃饱喝足后，他们又准备去折磨新抓来的狗狗。突然，身边一阵阵白雾蔓延，紧接着同伴的惨叫声此起彼伏，有道白色的身影不断穿梭，每一下都伴随着一个人的死亡。在杀光所有人后，白色身影变得巨大化。碰巧你看小黄刚刚到这，我勒个擦，那不是地狱魔犬科尔洛斯吗？与此同时，霍特队的战机坦克也已经到达现场。然科尔洛斯的身体似乎有古怪，导弹直接被他身上的裂缝给吞了下去。攻击无效，攻击无效！霍特队束手无策。眼看科尔洛斯都冲到城区内了，你掏出赛文眼镜，切！看着日益壮硕的体格，你懵了。怎么给拐杖新人练了几天，我变成赛文差了？来不及多想，你直接一个飞踢将科尔洛斯踹飞出去。然你的这番行为好像激怒了他，眼眸之中释放出蓝色射线。你自信一笑，用念力控制头标，刷刷刷，科尔洛斯被一分为三，三个头各自变成一只怪兽。哦吼，会分裂是吧？那就让你分裂不了。双手合十，神奇的奥特喷雾。下一秒，极度冰冷的气体覆盖了3只怪兽全身，彻底冻结起来。接着，你抱起3个怪兽朝天上一扔，艾梅利姆射线紧随其后。轰！科尔洛斯彻底湮灭于空中。解决完一切后，你悄悄变回人间体，来到魔犬山，找到一名老者调查原因。老人家，您知道这座山地震的缘故吗？老人嘿嘿一笑，这里以前有只魔犬，被一名叫景田小十郎景龙的人封印。听完你心头一震，这人怎么跟诺亚迪迦一样，各个世界都留下一些传说啊！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梦由于在和藤宫亲热，搞得他训练欲望没那么高了。剑无更是开始进入特利迦的节奏，几乎天天加班，导致
致很少过来这边训练，唯独朱星团是雷打不动，天天来对你进行惨无人道的调教。最近麦克队被我调教的差不多了，就是战机太拉，几乎每次都会坠机。坠机那可太正常了。另一个世界有俩驾驶员，更是被称为王牌飞行员。王牌，死亡的王，数量多达52架。朱星团皱眉，如果我是他们队长，一定会开除掉。其中一个是奥特战士人间体。朱星团面不改色，但话又说回来，年轻人需要经历磨练，飞机打怪兽本来就容易出事。你无语，拐杖新人也太双标了吧。这时朱星团提出，我想见下这世界的佐菲，有没什么办法？你摇摇头，这边的佐菲可不是你那边的岩头队长，没那么好说话的。岩头队长？朱星团疑惑，啥时候沙弗林还有新外号了？突然天暗了下来，只见一只浑身散发寒气的怪兽正在云层中穿行。冷冻怪兽佩吉拉，一武装人员拉起你们去避难，快跑去安全的地方，却被对方一拐杖拒绝。年轻人，你去帮其他人，我没问题。武装人员无语，你一个瘸子有啥用？但看到同为霍特队的你在那，也就放心离去。朱星团很欣慰，此子与我有缘，与光之国有缘。待跟佐菲沟通后，就让他成为地球的文明观察员。原来赛文在光之国一直挂在文明观察员的黑名单，崇拜榜榜首之位。你没时间理会，找了个偏僻之地，掏出赛文眼镜。多日训练下，你将凤元空手道融会贯通，打造出宇宙拳法 0.1 版本，再配合念力冰斧，打得佩吉拉是嗷嗷乱叫。朱星团不屑，这种乱拳打怪兽简直是对我的侮辱。正说着，你一记重拳击退佩吉拉，瞬间释放极速光线，将对方彻底消灭。朱星团满意的点点头，近战格外的丑陋，但光线放的倒是不错，不愧是我的身体，即便是战斗本能也能让他获胜。水库路上拖着我心爱的陈平安，他永远也不会堵车。吉普小黄边唱歌边带你去见艾雷王，起因是这货最近有点暴躁，估计进入成年期了。好在你的到来让小爱同学稳定了情绪。你回到家里就看到我梦从厕所冲出，前辈，我已经彻底打败了藤宫，即便是光剑他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朱星团一听，嘴巴微微上翘，不错，珍重剑无，你那边怎样？剑无有点苦恼，每次遇到怪兽，我开头能碾压，但后继无力，需要借队友帮忙才能反败为胜。朱星团思考一番，这样你跟我梦一起变身，把他当怪兽打一次我看看。我梦欣然答应。砰！等身大小的盖亚重重砸在你家里，给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剑无也掏出胜利神光棒。未来を築く希望の光、ウルトラマントリガー！两奥互相切磋一番后，朱星团便看出问题。剑无，你根本不懂得节约能量，往后需要多与怪兽对打，从而控制能量的运用。你眼中一喜，那我这边的怪兽就交给剑无吧。朱星团白了你一眼，转身望向我梦，你也一样，不要一开始就用尽全力，凡事留3分余地。我梦不解，可是前辈，我除了跟阿古鲁对决外，很少感觉流失力量，为什么要节约啊？你紧忙解释，阿古鲁与盖亚都是地球的亲儿子，就像在泉水战斗一样，不缺蓝。朱星团无语。接着你们讨论起各自世界最近出现的怪兽，有些似乎在这边出现过，但也仅仅是有迹象，很快便消失了。朱星团一通分析认定，有些怪兽智商极高，看到地球有危险，直接走了。这下轮到你疑惑了，那为啥雷欧那边的天天出现在这里？朱星团脸上一红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脑子。